我现在面前的是小米刚刚发布的他们年度旗舰小米14 Ultra，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一个 SIM 卡针，然后有一个偏磨砂质地，然后两侧是透明的这种硬质手机壳。这是一枚90瓦的 Type A 充电插头，这是一根 Type A 转 Type C 的数据线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机器是什么颜色啊！1、2、3。 当当哦，白色的。这次有一个很明显的手感改变，就是素皮和这个金属边框中间凸起那个部分啊被取消了。整体的设计思路呢和小米13 Ultra 属于一脉相承，对吧？没有特别大的改变。我这次还拿到了一个蓝色版本，拿到之后我还感慨，哇，这玻璃居然做出了陶瓷的那种。 又混沌又透亮的质感，小米说这个就是陶瓷，我说啊，可说呢。我不得不说，这款蓝色的陶瓷真的非常漂亮，有一点点当年小米和敦煌联名，大家记得吗 ？Mix 2那个时代的吧，有一个绿色那个版本。 特别有中国的那种古风古韵。颜色推荐上，我通常都会有白色，先推荐白色。但是这个蓝色陶瓷有一点搅局啊，它俩谁第一谁第二还有点纠结。反正黑色肯定是第3名推荐了。另外呢，蓝色镜头模组它带有螺纹刻线，这个是白色版本所没有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14 Ultra 应该是小米数字系列发布以来第一次出现延续性设计的旗舰啊！真的，之前是一代一变，只有13 Ultra 和14 Ultra 设计思路相同。回顾小米历代的数字旗舰，大家觉得哪一代外观最好看呢？ 细节上有许多改变啊。首先，背部阶梯取消了，素皮平滑过渡，头重脚轻的情况有所改善。如果你手里的是13 Ultra， 这个平面本身是水平的，那么你想让这款手机竖直直立，它其实是有难度的。如果你使用的是14 Ultra， 那么就非常容易立直了。第二，握持部分减薄一丢丢，但是镜头部分呢又变厚一丢丢，整体手感其实变化没有很大。第三，镜头面积变大了，也就是这个圆儿变大了。握持手机的时候，食指向上的时候还是容易被阻挡。像大圆设计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。第四，素皮耐用度再升级啊，纹理呢倒是变化不大。第五，镜头边缘增加了巴黎钉纹修饰，巴黎钉纹真的是横扫国产手机镜头模组啊。通过巴黎钉纹认识了哥儿几个，我提一杯吧。第六，曲面玻璃退场啊，微曲面亮相。实际测试呢，它还是有一部分是曲面屏的，但是曲面屏的占比降低很多啊。就是你还能看到微微有一条曲面屏，但其实已经没有很大影响了。正面边框和前代相比，终于有一点超大杯的气质了啊。对比三星 S24 Ultra， 下巴的宽度势均力敌。第七，传感器被隐藏到了镜头模组内，让顶部更加简洁。设置遥控器的时候，它会首先提示你把手机抬起来。比如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选择关机。另外呢，今年小米还推出了摄影师套装礼盒。我这个黑色版本的套装礼盒手机壳真的非常好看啊！它有一点点像徕卡 Q 系列，就那个相机系列的那种皮革纹理的调调，还带有一点点编织皮革纹理这种质感。戴上之后，我真的感觉这个手机壳比我这个开箱的2个裸色配色手机都好看啊！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入手一款白色的手机，然后再入手一个黑色手机壳，你就相当于拥有了2个配色。这款手机壳呢，依然可以通过更换镜头圈来连接不同的配件。小米呢这一次模仿专业相机的设计啊，增加了一个弹簧卡口，还有一个全新定制的手柄啊，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详聊。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，我快速说一下硬件表现啊。这一次游戏的体验很不错，14 Ultra 性能模式原神跑图，平均帧率59.6帧，功耗呢从小米14 Pro 的4801毫瓦降低到了现在的4300毫瓦，温度呢是43.3度。均衡模式下玩王者荣耀，平均120帧，帧率极稳啊。这次在重量不变的前提下，电池增加到了5300毫安时。实测观看 1080p 在线视频，13 Ultra 2小时耗电14%，14 Ultra 2小时耗电12%。14 Ultra 支持了90瓦有线充电，5分钟可以充入21%，30分钟充电量80%。无线充电呢，从前代的50瓦充电升级到了这一代的80瓦。它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光线传感器，当我们把手机放上去之后，它后边会有一个线圈自动升降，从而去寻找不同手机它的那个无线充电圈的位置。把这个小米14 Ultra 放上去。本身呢，它是有风冷的。我实际测试了一下，无线充电30分钟可以充入57%，1小时充入电量99%。无线充电这个部分，我多说一句啊，14 Ultra 它支持理想车载的50瓦充电了。我不知道之前小米是哪个位置没有搞对啊，就是13 Ultra 上，在理想这个汽车，它只能实现30瓦无线快充，而现在终于又能够实现50瓦的风冷无线快充了。
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，我们来说说卫星啊。小米旗舰终于也支持双向卫星了。小米这次合作的呢是中国电信那个天通卫星。小米的这个卫星功能，它的激活呢是去设置里，然后打开移动网络。这个时候，只要你使用的是电信卡，并且开通了天通卫星服务，就可以直接使用卫星服务了。搜星的过程大家都差不多啊，先定方向，再调角度，避免高楼障碍物遮挡，很快就能够搜到卫星了。好，现在连接成功，我们开始使用。发一条短信试试啊，看看短信是什么样子。4条已经预设好的，能看到吧？同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也可以自由去编辑。然后我们选发送，保持姿势，正在发送短信。哎，这应该是发送完毕了。看到了，收到了，看到了吗？那么小米的天通卫星，它和其他2家有哪些差异化的表现呢？有2个啊。第一个就是小米可以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影像手机壳，它后边配备了一个卫星信号增强天线的配件啊。你只需要像换镜头一样把这个天线拧上去，把它这样打开。哎，日常你可以当做一个镜头保护盖，看视频的时候你做一个简单的支架，深山荒野里它就成为了一个卫星天线。当然了，但从造型上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天线还是比较有喜感的啊，感觉好像是哆啦 A 梦的某个道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卫星信号增强器它到底有没有用呢？实际测试在同样一个位置啊，不安装信号增强器，它的信号呢是在3到4格之间啊，颜色呢是在黄色和绿色为主，偶尔会出现红色。而安装这个哆啦 A 梦天线之后啊，你好，熟悉咨询北京，请上下小幅移动。哦，我上下小幅移动手机的时候，它的信号会变得更好，看到了吗？哦，这移动电话还是得移动着接呀啊！如果你在使用小米手环或者小米手表，你可以在发送卫星消息的时候选择是否附带你的个人健康信息。这个功能呢要3月份 OTA 才能够更新啊。我看官方截图，它是你可以选择是否发送自己的心跳，发送自己的血氧数据，你也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血型是否提前通过卫星消息告知给对方。大概的意思就是，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，可以提前发消息告诉对方是输血呀还是输氧。视频的第4部分，我们来说一说影像啊，作为影像旗舰的自我修养。先说主镜头，首先这次传感器升级到了目前索尼最新的1英寸传感器。这句话后来我看视频的时候发现这个重音没断好，这个应该是采用了索尼最新的1英寸传感器啊，在上一代也是1英寸的。同时呢，可变光圈从前代的2档可变变成了现在的9档。而且是无级调节，最大光圈呢从前代的 f1.9 升级到了这一代的 f1.63。实测光线良好的环境呢，基本上是 f2.0 拍摄，暗光呢则是 f1.63 最大光圈拍摄。遇到如果多人合影啊，光圈会调整到 f2.8。拍摄美食或者书籍，光圈呢也会自动的缩小一些。我目前测试了的自动拍照场景呢，就是这几个方案。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没有给 f4 这个光圈分配任务啊。这个部分我其实强烈建议小米增加一些 f4 光圈的使用场景。既然说到了光圈，那我们回过头来聊一聊刚才提到的那个摄影手柄。这次这个手柄呢，新增了2个按键，其中一个是一枚滚轮，真的跟专业相机一样的滚轮啊。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个滚轮的功能，我就设置成了光圈。这样呢，在普通拍照的模式下，你也可以去调用这个 f4 的光圈，只要光线别太暗 ，f4 光圈完全可用啊。毕竟小米这个主镜头它是1英寸大底的主镜头啊。那通过手柄快捷调节光圈之后，以前你想用主镜头拍摄一个，比如说近距离的小景啊。拍出来是这样的，就边缘特别虚啊，看着就头晕。现在呢，你就可以在 f4 光圈下拍出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夜景拍摄有路灯的这些场景 ，f1.63 效果是这样的啊，这个画面很纯净，真的很好看这个色彩。那 f4 光圈下则会有这种星芒啊，灯光的星芒。大光圈画质确实纯净，但 f4 也有自己的美啊。这张也是暗光下 f4 光圈，其实也很漂亮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1英寸大底加上可变 f4 光圈这个组合，目前也只有小米一家吧。那我认为就应该尽可能的挖掘大底的潜力，尽可能的挖掘 f4 的玩法。主镜头呢，这次增加了 4K 120帧视频录制能力，120帧就相当于时间宝石，控制时间实现最高5倍慢动作。转瞬即逝的过山车，你可以让他们瞬间降速啊。台上表演工作的老哥也可以帮助他多滞空几秒。不过
啊，只有主镜头具有这个功能啊。主镜头这次呢还增加了电影模式，我给大家对比了一下 iPhone 15 Pro 同个场景啊。对于物体前后关系的识别呢，目前我觉得小米是处于可用，但是仔细看呢还是会有一些小破绽的水平。比如说衣服挂架没有特别精准的进行好区分虚化，就会导致细节上呢有一点穿帮。电影模式呢目前只能使用后置主镜头，分辨率呢是限定在 1080P， 而且呢目前后期不能对焦点进行2次的编辑啊，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需要加把劲儿的。再来说说3倍长焦啊，这次长焦带来了2个改变。第一个，长焦微距，在此之前呢，13 Ultra 它是不具备长焦微距能力的，就是你把镜头推到这个位置，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。而在14 Ultra 上，最近对焦距离来到了10厘米啊，你可以拍摄任何你想拍摄的微距镜头了。这个位置呢，小米还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、很实用的小功能，就是景深融合。当我们近距离拍摄物体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很容易产生一部分画面很清晰，但是前后虚化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呢，照片虽然说它是来自于真实的光学虚化，但是效果并不好。这个时候我选择右侧的景深融合，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清晰对焦的区域明显扩大了。这一张大家看一下小多肉啊，左边看起来它就比较晕，而右边这张景深融合就要自然很多了。3倍长焦的第2个设定呢，则是很多同学很关注的人像模式啊。OPPO 和 vivo 人像模式拍照崛起之后呢，小米所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徕卡虽好，但是它不适合亚洲宝宝体质啊，面色偏黄，而且没有办法开启美颜。于是我们看到在小米14 Ultra 上，小米从徕卡人像中跳出来了，打造了一个更符合国内用户使用习惯的大师人像。首先支持美颜算法了，同时呢增加了后期对焦点和虚化效果的重新调整。我对比一下前代的人像模式，大家就能够看出两者的差别吧。说真的啊，我皮肤没有很白，但是也没有左边那么黄吧。另外呢，能看得出来啊，新算法上给我加了点这个大眼的效果。这次通过 AI 能力实现了人像模式的发丝级优化，这个效果确实还不错啊。同时呢，衣服的材料细节也更加还原，比小米13 Ultra 提升非常多。我再放2张对比，一个是徕卡人像，一个是大师人像。我先不揭晓谜底，大家就看色彩表现啊，看这个观感啊，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呢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来留言啊。这2张的话呢，左边这张是大师人像，右边这张呢是徕卡人像。那么既然升级了，就要和 OPPO、vivo 来比一比了。肤色这个部分呢，小米目前的思路应该是模拟了打光效果。OPPO 呢其实也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后期光效。发丝部分，小米今年提升确实很明显啊。皮肤细节方面，3款表现其实差不多，都针对性的保留了毛孔细节和胡渣细节。衣服细节上 ，OPPO 和小米的表现就要更好一些了。vivo 呢，因为它是用1倍镜头来进行裁切的，细节上就要比较吃亏了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5倍长焦，5倍镜头光圈呢，从前代的 f3.0 升级到了这一代的 f2.5， 同时提升了最近对焦距离。在13 Ultra 上，5倍长焦镜头它大概是1米，而14 Ultra 上呢，最近对焦距离缩短到了30厘米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对于一些近距离拍摄，13 Ultra 只能调用3倍镜头来进行裁切，而14 Ultra 则可以用5倍镜头更清晰的进行拍摄了。那么提到长焦，我们自然就要对比一下望远能力了。暗光下我对比了苹果、三星啊，颜色方面呢，苹果是要更接近真实色彩的。画质上呢 ，iPhone 依然是跟之前评测一样啊，就是没有算法介入，细节很多，但是噪点也很多。小米这张呢，细节也不少，涂抹痕迹略明显了一些。三星这张呢，细节观感是最好的。这次小米长焦带来了一个新的有趣实用功能，就是在30倍变焦之后会出现一个 AI 长焦的选项，实测可用度很高啊。比如说这张，我再对比一下苹果、三星啊，当我放大看细节，那小米在30倍变焦下真的就好像拥有光学画质一样。比如这张30倍变焦拍摄的美食照片，关闭 AI 功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烙饼涂抹痕迹就很重了，对不对？开启 AI 算法，大家再看啊，这个涂抹感真的就消失了。除了食物呢，我还测试了植物，30倍变焦下植物开不开 AI 算法的差别啊。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锐化，而是更能去还原植物的质感。30倍下拍摄变形金刚，去还原金属质感，能感受到锋刃机甲上那种金属纹理吗？再来看一下30倍下拍摄广告牌上的字啊，你会发现它把原来模糊不清的字体重新书写了一遍，变得清晰可见了。但是这个算法在认字方面呢，也存在着一些不足，就是如果这张照片上的字呢 ，AI 给它认出来了，它就能够比较好的还原。但是如果它也没认出来，那它就会瞎猜，然后给你糊弄糊弄啊。目前呢，它被限定在30倍以上才能开启，30倍大家想一下，它就等效720毫米了。我希望这个算法有一天能够融入到所有焦段。以上就是我认为在小米14 Ultra 使用过程中比较有趣的新功能和新体验的分享。
在使用这款手机的过程中，我其实有2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啊。第一个就是单纯从画质层面，目前智能手机基本上是卷到头了，差别呢可能更多是在风格选择上的不同。所以目前大家的发力方向都开始变成了开发新场景，比如说电影模式啊、长焦微距啊。第二个感受呢，就是小米在徕卡之外加入了更多自己的存在感。前2代 Ultra 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呢，就是徕卡的风头强劲啊。优点自然是破圈，但是缺点呢，就是降低了小米的存在感。而在小米14 Ultra 上，所有新功能都来自于小米自己，包括微距下的景深融合，包括全新的人像模式，包括 AI 长焦。归根结底，强化品牌影响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站在舞台中央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